又是惊心动魄的一个月。最新数据显示，2024年中国外汇市场遭遇了史无前例的至暗时刻。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规模不仅跌破8000亿美元大关，更是创下了200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。更让人揪心的是，光是2024年一年，中国就在12个月里疯狂甩卖了9个月的美债，总计抛售规模高达570亿美元，目前持仓惨跌至7590亿美元。这还不是最可怕的，更让市场震惊的是，仅2025年1月份，中国就出现了惊人的820亿美元资本外逃，这一数字不仅超过了2023年10月创下的纪录，更是逼近了2015年人民币大贬值时期的历史高位。要知道，这可是仅1个月的数据啊！来看看这组触目惊心的数字，从2011年的巅峰时期到现在，中国的美债持有量已经惨烈缩水了约5500亿美元。这意味着什么？这相当于一个中等发达国家一年的 GDP 总量就这么没了。而与此同时，日本却稳坐美债第一大海外持有国的宝座，持有规模依然稳稳地站在1万亿美元以上。有分析师一语道破天机，中国在2010年左右就已经意识到，把大量财富放在地缘政治对手手中是一场豪赌，但现在的问题是，他们似乎赌输了。更要命的是，为了掩饰这种尴尬，中国开始玩起了障眼法，试图通过在比利时、卢森堡等地的托管账户来转移和隐藏其实际持有的美债规模。数据显示，就在中国疯狂抛售的同时，2024年英国的美债持有量却暴增了342亿美元，比利时更是猛增602亿美元，卢森堡更是夸张地增加了840亿美元。这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？前美国财政部官员塞泽尔一针见血地指出，随着时间推移，想要追踪中国的真实资金流向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。而更让国际投资者感到不安的是，中国央行开始大举增持黄金，仿佛在为某个更大的风暴做准备。世界黄金协会的数据显示，仅在2024年最后一个季度，中国就狂买了 15.24 吨黄金，位居全球第3大买家。过去2年，中国的黄金储备暴增了 13%， 这种异常的囤金速度让市场闻到了一丝危机的味道。这哪里是什么稳健的储备管理，分明就是在玩一场惊心动魄的金融生存游戏。有知情人士透露，中国确实在通过欧洲清算银行等机构分散持有部分储备资产，但这掩盖不了一个事实，中国正在加速撤离美元资产的步伐。这个消息一出，整个金融市场都炸锅了。据多方消息证实，中国多家大型银行已经悄悄下架或停售美元定期存款产品。不仅如此，还有银行直接把美元存款利率腰斩，降幅高达 50%。这些不同寻常的举动背后，究竟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？让我们来扒一扒这其中的玄机。知情人士透露，这哪里是什么正常的业务调整，分明就是一场赤裸裸的倒逼式外汇管制。更让人细思极恐的是，中国当局并没有明文出台外汇管制政策，而是采取了更隐蔽的手段，通过层层施压银行，让银行职工为了自保，不得不主动限制外汇业务。再来看看这组触目惊心的数据。根据彭博社最新报道，仅2025年1月，中国境内外币存款就暴增了近400亿美元，从去年12月的8529亿美元猛冲至8924亿美元。这可是自2021年4月以来的最大单月增幅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中国企业和老百姓都在疯狂囤积外汇，对人民币失去信心了。更令人窒息的是，就在外汇储备告急的当口，中国央行行长潘功胜终于坐不住了，紧急出面喊话，要坚决防范汇率超调风险。但问题是，光靠嘴上说说有用吗？
看看这组数据就知道了。2024年12月，中国外汇储备就减少了635亿美元，这个跌幅可是远远超出了所有经济学家的预期。一位资深金融分析师一针见血地指出，中国现在陷入了一个死循环，国债收益率暴跌，导致利差持续扩大，引发汇率承压，造成外汇储备流失，被迫收紧货币，最终导致经济加速下行。这就像是10个瓶子只有一个盖子，今天堵住这边，明天漏那边，根本就是在死撑。更让人不寒而栗的是，有消息称中国居民已经开始大规模兑换美元。要知道，每个中国公民每年可以兑换5万美元的额度，而这个额度在2025年初刚刚重置。据荷兰国际集团估算，如果所有中国居民都用掉这个额度，那将会造成多大的外汇流失？这个数字恐怕会让中国的外汇储备体系彻底崩溃。有华尔街投行的分析师更是直言不讳，川普一旦重新加征关税，人民币很可能会遭遇更大的贬值压力。而现在中国人纷纷囤积外币，这不就是在用脚投票吗？让我们再来算一笔账，如果中美贸易战升级，加上资本外逃持续，再加上人民币贬值预期加剧，这3重打击之下，中国的外汇储备体系还能扛得住吗？事情的发展比任何人预想的都要糟糕。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·贝森特近日的一番话让整个市场都倒吸一口凉气。中国是世界历史上最不平衡的经济体，而且他们现在正处于严重的衰退之中。他们正在经历通货紧缩，并试图通过出口摆脱困境。这番话说到痛处了。分析师们指出，中国目前正在经历自1960年代以来最长的一次通缩周期。要知道，通缩可是经济学上的死亡陷阱啊！物价持续下跌，企业利润萎缩，工资下调，消费萎缩，经济进一步恶化。这个恶性循环一旦形成，想要摆脱简直难如登天。更要命的是，中国现在陷入了一个令人窒息的政策两难。如果让人民币贬值，可能刺激出口，但是立刻会引来美国的惩罚性关税。如果死扛汇率，外汇储备会持续流失，但是经济下行压力会进一步加大。来看看这组触目惊心的数字，中美10年期国债利差已经扩大到历史最高水平。中国1月份资本外逃规模达到820亿美元的天量，全年美债持有量暴跌570亿美元，外汇储备单月蒸发635亿美元。更让市场担忧的是，川普已经宣布要对中国商品加征10%的关税，对钢铝制品更是要加征25%。这还不算完，消息人士透露，美国商务部正在酝酿一个更狠的大招，要求所有境外卖家必须在美国注册公司，缴纳保证金，甚至要求披露供应链信息。一位华尔街分析师警告说，这哪里是什么贸易政策，分明就是要把中国企业往死里整啊！如果这些措施真的实施，不知道有多少中国企业会被直接打垮。更令人细思极恐的是，美国财政部4月1日即将发布新一期汇率操纵国观察名单。有知情人士透露，中国极有可能会被列入其中。一旦这个黑名单出炉，等待中国的将是更加严厉的金融制裁和贸易限制。这不是一般的经济周期调整，而是一场足以改变国际金融格局的超级风暴。一位资深金融专家这样描述当前的局势：中国现在就像是在一个看不见底的漩涡中不断下沉，而最可怕的是，他们似乎已经耗尽了所有的政策工具。回顾这轮危机，不得不说，中国是自己作茧自缚，靠低价和监管套利打天下，过度依赖美元体系，忽视产业升级转型，金融风险积重难返。现在好了，风暴来临时，发现自己竟然没有任何避险工具。更糟糕的是，
这场风暴看起来才刚刚开始。正如一位经济学家所说，这不是一场短期的经济危机，而是一场足以重塑世界经济格局的大变局。而在这场变局中，中国恐怕会付出最惨重的代价。